上辈子继妹贪图侯府世子的美貌，非要嫁时，结果被宠妾灭妻，守了一辈子活寡。而我嫁的穷秀才却3年苦读考上状元，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发誓，此生只爱我一人。继妹嫉妒发狂，拉着我一起跳了崖。再睁眼，没想到两人双双重生，回到了一亲这天。这回继妹死活要跟我换亲，我装出一副委屈隐忍的模样，接下庚帖，转头却在没人的地方笑出了眼泪。头回见有人这么迫不及待抢着跳火坑的。傻妹妹，你不会真以为换了亲就能换命吧？没了我的砸钱铺路，你看他张思阳是个什么烂泥扶不上墙的狗东西。平南后府的人来提亲时，继妹在家闹得正凶，贴身丫鬟夏至来向我禀报的时候，我还没从回到年少的震惊中回过神来。大小姐、二小姐正跟夫人闹呢，说宁死也不嫁入侯府，一定要嫁给张家大公子。这与上辈子的剧情走向完全不一样，我这才意识到我的继妹也重生了。想到什么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夏至与我一起长大，见我不及反笑，便气不打一处来。小姐你还有心思笑呢，二小姐从小便喜欢跟你抢，小到珠翠钗环，大到古董摆件，只要她看上了就势必抢到手，现在却连亲事都要抢，这张夫人看上的明明是你啊。夏至越说越委屈，忍不住掉下泪来。我笑着替夏至擦去脸上的泪珠。他想抢给他就是了，可这是一辈子的大事。夏至还想争辩，却被我及时打住。你也说是一辈子，这一辈子长着呢。我看向窗外发出细嫩枝桠的桂花树，淡然一笑。陆可柔想抢就抢吧，因为嫁过去她就会知道，张思南能走上高位，成为寒门贵子，靠的可不是他自己，而是身居后方的我呀。是我倾尽所有，花重金给张思南请名师，与朝廷重臣的夫人们打好关系，一步步给张思南铺路。陆可柔不会以为换了亲事就能换人生吧？我倒要看看，没了我的扶持，陆可柔嫁给张思南，两人还能不能走到上一世的位置？平南侯府的人刚走，继母薛氏就派人传唤我过去。刚踏进院门，就听到了陆可柔的尖叫声。娘，你信我一次，张思南日后一定会大有作为，我或许还能获得诰命呢。他的音量可不小，离着8丈远都能听得清清楚楚。看到我踏入房门，陆可柔立马止住话头，将桌上一个庚帖扔给我。侯府豪门显贵，这样的好亲事，我就不与长姐抢了。柳氏本还想阻拦，可他从小便骄纵陆可柔，话到嘴边却只剩下叹气声。侯府与张家的家境差距太大，他实在不忍心女儿嫁过去吃苦。此刻看着我手里的庚帖，更是眼睛嫉妒的快要喷火。我让夏至收下庚帖，直视陆可柔得意洋洋的眸子。嫁人可是女人一辈子的大事，妹妹可想清楚了，莫要再反悔。陆可柔却像是害怕我会抢她的金玉良缘一般，把庚帖抓得死死地护在胸口。姐姐别反悔才是，世子爷那爱妾刁蛮任性，姐姐可别被气得回娘家哭。上一世陆可柔与那妾室斗得不可开交，每隔几日就要跑回娘家哭诉。一开始公婆还支持她，日子也还过得去。可后来她每日都与世子起沾，因为那爱妾吵得不眠不休，一个是自己的亲儿子，一个是外面迎娶来的儿媳。老侯爷与侯夫人偏向，谁可想而知。直到世子与爱妾私奔，彻底成为陆可柔悲惨生活的导火线。侯夫人认为是陆可柔逼走了儿子，每日都唤他到身边来示计，实则是发泄自己内心的愤恨。在婆母的搓磨下，陆可柔不到30岁便生出白发，看起来还没缠绵病榻的婆母看着年轻。每次回娘家，看到我与夫君张思南恩爱非常，嫉妒的种子一旦埋下，便会在不知不觉间长成参天大树。重来一世，他非要和我换，那便看看外表和善的张家，他能撑几天。现在婚事成了定局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很满意，尤其是看到陆可柔一副捡了大便宜的样子，我就忍不住想笑。头回见有人抢着跳火坑呢。我与陆可柔同一天出嫁，在屋内上妆的时候，陆可柔忍不住对我冷嘲热讽。听外面人说齐瞻的爱妾得知他要娶妻，可是发了好大一通脾气，一会要是新郎官没来迎妻，姐姐可不要哭鼻子，哈哈。我往头上插了一根金簪，是定亲不久侯府夫人亲自送来的。这金簪是她封诰命时太后娘娘赏给她的。齐瞻与小官家庶女的事，当初在京城内传得沸沸扬扬，这也算是她对我的补偿。妹妹还是想想如何应对张家7个姑姐吧。张夫人一连生了7个女儿，才生下张思南一个儿子。上一世我嫁过去3年无所出，这7个姑姐每日都找由头登门拜访，实则一见面就对我冷嘲热讽。即便我带去180台嫁妆，在张家仍旧直不起腰来，受了不少搓磨，没少被婆母教训仗规矩。数9寒天，我站在院子里被府里人取笑看尽，张思南却只叫我忍一忍，这种生活简直是我的噩梦。突然陆可柔猛一拍桌，哼，你就看我如何幸福，如何走上高位，而你等着守活寡吧。我越过屏风，看向被人群围住的齐瞻，面如冠玉，风流倜傥，挤在人群中也是一眼就让人瞩目的存在。而一旁同样穿着大红喜服的张思南就显得平庸至极。虽然生了一副好皮囊，可想到家中有一爱妾，我便觉得心中膈应。转念一想，我要做的是高门主母，并不是谁的妻子，即便是重来一世，我也要为自己而活。若那爱妾是个老实本分的，我大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若敢越界，就要让他尝尝我这做了20年高门主母的手段了。拜堂之后，我就被夏至扶着走向新房，
一直到晚上我才等到一身酒气的齐瞻，他粗鲁地掀开盖头，拿起和血酒自顾自地一饮而尽。我不管你叫什么，你是母亲娶进来的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我可不想娶你。齐瞻声音清朗，可语气并不和善。我温顺地点点头，轻轻地嗯了一声。见我态度如此乖顺，原本做好大战一场的齐瞻却没了主意，刚才那股盛气凌人的气焰都收敛不少。既然娶了你，我自会给你正视该有的体面。只是我答应芸娘一生一世一双人，绝不会爱上别人，更不会与你生孩子。看着面前这个青年，在活了2世的我眼中，只觉得幼稚可笑。世子放心，既然世子与云妹妹两情相悦，我自然不好强人所难。见我态度和善，齐瞻眉头紧了紧。怎么和预想中不一样？他的好友中也有先纳妾后娶妻的，那些女人见了小妾，哪个不是喊打喊杀？怎么到了他这，却一副全然不在乎的模样？那是最好，别在背后耍小聪明。明天母亲那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说罢，齐瞻便拂袖而去，不用想，便是去哄他那位爱妾了。新婚夜新郎不仅留下一堆警告，还去了小妾房中歇息。旁人听了，或许会觉得我这个新娘子可怜，甚至会认为正室的地位受到了挑衅。可恰恰相反，我已经赢了第一步。次日，新郎齐瞻大婚夜留宿小妾房内的消息已经传遍全府，丫鬟们都开始可怜起我这个正室来。刚进门就被小妾压了一头。据说齐瞻昨晚去了芸娘那，对方闹起脾气，竟把他一个世子爷关在门外，对方又打又砸的，齐瞻在门口哄了好久才哄好。我早起梳妆，听夏至这样讲，忍不住发笑。小姐，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啊？夏至心里那个着急啊，这位芸娘还真是与众不同。心腹第2天早上是要给婆母敬茶的，我简单收拾了一下，就去了婆母李氏那里。我行完礼，秦氏便将我扶了起来，紧紧握住了我的手。好孩子，快起来。齐瞻昨晚留宿在芸娘那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，身为主母的李氏想必早已听闻，看向我时满是长者的怜爱。委屈你了。一开始李氏对我或许只有1-2分的喜爱，毕竟以他们侯府的家世来讲，寻一个大方得体的高门小姐当儿媳不是难事。昨晚齐瞻把话说尽，可我却不羞不恼，给足了对方颜面，这也让李氏对我刮目相看。我微微垂头，还是那一副娴静模样。是儿媳做的还不够好。李氏顺势下台阶，轻轻拍了拍我的手。你莫要把错都揽自己身上。那逆子大婚夜流连妾室房内，我定会给你个说法。随后李氏看向身边的嬷嬷，给你个说法。随后李氏看向身边的嬷嬷，世子现在在哪？张嬷嬷答道，还在云姨娘那。居然还和那上不得台面的东西混一起，他那脑子是被猪油蒙住了吗？我今天定要给他个教训。来人，把世子请来。李氏虽然震怒，可却只传唤了世子，并没对世子的爱妾动手。正如上一世，李氏也为陆可柔出气，对着世子一顿痛骂，却没有对世子的爱妾下手。因为人人都知世子对那爱妾可是掏心掏肺的好，几乎是捧在心尖尖上，为了芸娘甚至和父母决裂。可他又是侯府独子，李氏怕自己这唯一的儿子出什么意外，才勉强松口让芸娘进门。若真动了芸娘，那他和儿子的关系又会再次恶化。上一世陆可柔怎么做的呢？仗着婆母给自己出气，想让齐瞻对自己低头，可到最后却适得其反，齐瞻对他反而更厌恶。为了避免这种局面，我及时拦住。母亲莫要气坏身子，也不必把火气撒到那姑娘身上。世子与芸娘的情谊，我在闺阁中时就早有耳闻。世子重情重义，本是好的。若母亲对那姑娘发难，必定引得世子对我厌恶，甚至会对母亲伤心。我这番话说到李氏心坎上，因为这个芸娘，她已经和儿子吵了太多次，母子俩离心，岂不是叫外人看笑话？李氏看向我，目光逐渐转变，只见他传唤过来一位面生的嬷嬷，这是秦嬷嬷，掌管家中一切事务，今后你便跟她一起学习，尽早替我分担吧。一般主母们都不是自己去管府中大小账目，都是派遣自己的心腹掌管。李氏让我跟着掌管财务的秦嬷嬷学习，就是在告诉众人有意把管家权交给我。在这个世道，丈夫的宠爱会转移，可权力却是实打实的握在手中的。既然掌握了管家之权，握住了侯府一切财务的大动脉，自然不愁对付齐瞻那个爱妾。就在俩人谈话间，齐瞻大步走了进来，看向我的眸光可不善。说实话，齐瞻的模样在全京城都找不出第二个。狭长的眸子微微上扬，薄唇微抿的模样，即便不笑也平添几分邪气。只不过齐瞻从进来就一直冷着脸。你个逆子还有脸来？大婚夜就做出这等荒唐事，你让我老脸往哪搁？齐瞻听了却冷笑一声，陆宁锦，我昨天已经警告过你了，别耍这些小聪明。我沉默不语，面上神情不变。齐瞻这是以为我昨天受了冷落，今天跑李氏这告状来了。我把话放在这儿，宁锦才是这个家未来的女主人，是我认定的儿媳妇。那个狐妹子连她的1/1000都比不上。难怪人们说芸娘是齐瞻的心头肉。听到别人诋毁芸娘，齐瞻气得额上青筋都凸起。这么虚伪的女人我才不要，表面一套背后一套，找你告状不就是想借你之手除掉芸娘吗？齐瞻见过芸娘这种敢爱敢恨的女子后，再见我这种大家闺秀，便只觉得虚伪无趣。李氏满眼失望地看向自己儿子，他自诩聪明能干，不然也不会在刚嫁进侯府，短时间内就坐稳主母的位置，更是那捏住老侯爷，短短5年遣散了所有妾室，免去庶子庶女与嫡子争抢的烦恼。可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聪明一世，竟生出齐瞻这个蠢材来。
甚至开始后悔没多生几个，或者留个数字给自己多留条后路。你真是被猪油蒙了心。宁景从进门至始至终都在维护你，甚至维护你的芸娘，从未说过你们一句坏话。可你呢，处处针对宁景，置他于不顾。齐瞻一怔，不可置信地看向我，这女人竟然没告状。见我从容不迫，齐瞻再也没了刚才嚣张的气焰，自知理亏，眸光躲闪，不敢看我。见他那副模样，若是四处没人，我必定仰天大笑。男人就是这么好拿捏，我必定仰天大笑。男人就是这么好拿捏，只要让他心存愧疚，那便好提条件了。从李氏那出来后，我也并不急着与齐瞻谈话，俩人就这么并肩走着，直到走到分岔路，一条路回我的听雪阁，一条路去往芸娘的关云轩。我扶了扶身，就打算转头离开，没想到齐瞻却叫住了我。回过头便见他眉头紧锁，一副纠结模样。对不住。我微微侧头，露出一个堪称满分笑容，乖顺的如同四月微风。世子不必道歉，世上最难换的便是真心。您对云姑娘维护，说明世子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儿郎。以后请安若是在母亲那为难，我可代替世子前去。齐瞻也刚到而立之年，读了这么多年的书，并不是全然一个纨绔子弟。相反，侯门出身的他反而更看重规矩、道理与情义。只是李氏只有他这一个儿子，齐瞻必承受了父母沉重的期望，这才生出逆反心理，对桀骜不驯如清风般自由的芸娘一见钟情。你为何这样对我？齐瞻眼神茫然。夫妻本是一体，能嫁给世子这样重情重义的儿郎，是我的福气。您给了我体面，我自然要帮您分忧。只有合作才能共赢。昨晚您大可不来我房内的，还是为了我的体面露面了，不是吗？说到昨晚，齐瞻忍不住脸红，自己对人家说了那么伤人的话，可对方却还处处替他着想。3日后我一定会回去的。留下这么一句话，齐瞻匆匆忙忙地跑开了。我却眼尖地看到少年耳尖红得快要滴血。进门第一天，我自然是要立威的，以我的名义让夏至知会后厨，今日各个院子的奴仆加肉加餐。少夫人说了，今日有事之前，各院奴仆都能去听雪阁领赏。消息一放出，各个院的人都来到了听雪阁，每个来领赏钱的仆人都向我道喜，而我待人接物也尽量温和，不拿架子。不仅收获下人们的好感，也建立了关系网，这样办起事来才方便。只是夏至统计完来领赏的下人，才觉出了不对劲。怎么没有关云轩啊？一旁的二等丫鬟随红看了我一眼，小心翼翼地回答：云姑娘给下人们发了话，不让来领赏。竟这般小家子气。夏至忍不住替我发声，意识到什么，随即捂住嘴。我一边收拾东西，一边瞪了他一眼。这可不是在家，你这性子可要改一改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。这院子比我关云轩差远了吗？走出门便看到一女子梳着闺阁，女子才梳的发髻，一身青色罗裙，笑容张扬肆意。想必这就是齐瞻心尖上的芸娘了。芸娘目光毫不避讳地上下打量我，嘴里发出令人不悦的啧啧声。啧，倒是个大美人，就是太古板无趣了些。夏至怒斥他这大不敬的行为，大胆，见了少夫人还不行礼。芸娘不屑轻哼一声，身子歪七扭八的行了个极其不标准的礼。你们古人就是规矩多。我们俩人隔着并不远，他嘀咕的话我听得一清二楚。芸娘大摇大摆地走进去，随便找了个椅子坐下。夏至看到直接气炸了，你到底懂不懂规矩？这是主位，是正妻才能做的。芸娘白了他一眼，真没劲啊！你们整天这规矩那规矩的，烦不烦？还有你端着架子不累吗？他说到最后的时候，眸光投向了我，我轻笑一声，坐在了他对面。那你说怎么才不算古板？一聊到这个，芸娘像是打开了话匣子。当然是人人平等了，就像我的丫鬟绿枝。在我院里，我们都是以姐妹相称，哪有什么尊卑等级？我可跟你们不一样，不像你们把好好的人当成自己的小可爱。他说的观点是我从未听过的，虽然新奇美好，可在这个世道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哦，有尊卑等级不好吗？居其位，思其职，没规矩也不成方圆。那都是糟粕，你们这种闺阁小姐就是被这种陋习洗脑了。女人不能只靠男人，要学会独立才行。毕竟不是谁都像你一样，离了男人活不成。我听了他的话，忍不住想笑，好奇府里是没大夫了吗？怎么年纪轻轻脑子就不好了？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你可以拒婚啊，要不然就逃婚。天下之大，四海为家，这才算是真正活过。我看着芸娘滔滔不绝，只觉得可笑至极。在这个年代，女人本就活得艰难，且不说拒婚，忤逆长辈的罪名就足以压死人，更别说逃婚后如何过活。即便是有技艺在身，也很难找到安身立命的活计。这个时代就是这么现实。给你们说了也听不懂，不过我警告你，我跟齐瞻是要一生一世一双人的，你最好安分点，不要当我们感情的第三者。住口！话音刚落，就传来严厉男声。齐瞻大步走进房内，一把拉住芸娘的手腕就往外带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快回去！芸娘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猛地挣开齐瞻。我是来警告他的，你只能是我的。他喜欢正视这个位子，就让他坐好了，反正他不能抢。齐瞻看向我的眼神有些闪躲，想捂芸娘的嘴却已经晚了。他连哄带拽的把芸娘带走。
我看着他们的背影微微愣神，夏至以为我被芸娘刺激到了，低声安慰我。小姐不必放在心上，那就是个颠婆。其实刚才芸娘的话点醒了我，或许他们感情里还真的需要个第三者。齐瞻又哄了芸娘一晚上，这一晚他发了无数毒誓，向对方保证了再保证，直到芸娘脸上露出笑容，这才算罢。只是他没想到，刚用过午饭就见到了陆宁锦。何事？昨晚与芸娘保证过，绝不再与陆宁锦说话，现在又碰到陆宁锦，他突然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，忍不住环顾四周，生怕被人发现。新帝登基大赦天下，流放的罪臣家眷可回归祖籍。听母亲讲，姨母一家在流放途中染病去世，只留下一个妖女，现在无依无靠。我与母亲商议，明日接到家中常住。那妖女与齐瞻是表兄妹，家里没被发配，时常到侯府居住，与齐瞻也算是青梅竹马。林妹妹回京了，这事你打点便是。她与我是表亲，家中遭此变故，莫要再亏待了她。我点点头，既然他还念旧情，那就好办了。亏待了他，接到家中常住好说，坏就坏在他曾被卖为官妓，虽有清白之身，可名声却毁了。在家中常住，难免落人口舌。我与母亲商议，不如那位贵妾只占个名分，表妹后半生也有了个依靠。沦为官妓，若是还想再嫁人，只能往下九流里面挑了。齐瞻想到以前整日跟在自己身边的女孩，怎么说都于心不忍。你看着办吧，只是这事莫让芸娘知道。我点点头应下，找了个由头便离开了。第二日，我便将秦陵接到了府上。原本他还怕我不会容他，在后厅和他妾室茶的时候，他居然突地拿出一把匕首来。这一变故惊住了在场所有人，夏至紧张地挡在我身前。姐姐放心，您将我接回来，已经是对我最大的恩赐。我这就毁了这张脸，以后绝不会越举半分。说罢，拿起匕首就往脸上划。幸好夏至离他最近，一脚将他的匕首踢走，这才避免了一场悲剧。我蹲下身抱住了他，一下一下轻抚他的后背。我也听闻过沦为官妓是什么下场，对这个小姑娘很是心疼。别怕别怕，来了这就回家了，你喊我一声姐姐，我便护着你。我将秦陵安置在了距离关云轩最近的宜春居。当晚芸娘就与齐瞻发了好大一通脾气，大骂齐瞻是负心汉，在身后的感情也经不起一而再再而三的折腾。齐瞻这次也不哄她了，直接负气离开。只是还没走两步，就看到了多年未见的表妹，俩人青梅竹马，原本活泼可爱，追在自己身后喊自己阿瞻哥哥的小女孩，现在却红着眼眶，谨小慎微地看着他。这是受了多少罪，吃了多少苦，才变成现在这个只会看人眼色的样子。秦陵一袭月色长裙，木簪束发，眼眶微红，我见犹怜。阿瞻哥哥，姐姐是不是不喜欢我？齐瞻也从母亲口中得知秦陵这一路受了多少罪，一听到他带着哭腔的声音，心里便软得一塌糊涂。你别多想，在府里安心住着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人敢欺负你。得知齐瞻进了秦陵院内，芸娘又气得打砸了一堆瓷器。夏至向我汇报的时候，掩饰不住嘴角的笑。小姐，您没见那芸娘气得张牙舞爪的。我勾了勾唇，这才哪到哪啊。今日一大早，我便收拾东西准备回门，而齐瞻也遵守承诺，一大早就在院门口等我。我们俩套上马车便回了娘家。可我不知道的是，我刚离开，芸娘因为齐瞻一晚上没向自己低头，终于慌了。本想找齐瞻示弱，却扑了个空。得知齐瞻陪我回门后，气得将书房里的古画撕了个稀碎。我回到陆家，就先去找继母柳氏，还没进门，就听到继妹陆可柔的声音：世子宠纳爱妾，谁不知道？陆宁锦拿什么跟他争？这不新婚夜就被人冷落了。我轻咳一声走进去，陆可柔看到我面色一僵。柳氏虽不是我亲生母亲，可面子上的功夫还是要做的。她牵过我的手，让我坐在她的右侧。瞧瞧这通身气派，这才短短3日，我都快不敢认了。一旁也有沈娘也跟着附和。我与陆可柔一起出嫁，少不了要拿来做对比。这都是表面功夫，我不信齐瞻还能陪你回门。上一世，他和齐瞻新婚夜大吵一架，回门那日更是找不到齐瞻的影子。陆可柔被娘家的亲戚笑掉了大牙，她自认为我也应该会和他上辈子一样。听说世子十分宠爱那妾室，世子为了那妾室，还把老侯爷气病了呢。看来这豪门大户的日子也不好过。听着周围人的议论，陆可柔高兴得快飞起来了。上辈子的吃过的苦，也要让你也尝尝。就在这时，一道蓝色身影走入房内，少年剑眉星目，温和有礼。小婿见过岳母大人。陆可柔的笑还挂在脸上，看清来人是齐瞻后，惊得倒抽一口凉气。齐瞻竟陪他回门了。柳氏连忙让身边的嬷嬷拿出准备已久的红包。齐瞻收下红包，与我隔着半个前厅相望。我冲他眨眨眼，他却像是不好意思一样移开了目光。我不想再听柳氏在那假客套，交谈几句便与齐瞻离开了。走的时候，我不经意回首一望，陆可柔还一副傻愣愣的表情。现在的相公张思南喊他好久都没回过神，现在他只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张思南身上，期望他能考上状元，给自己争个诰命，要不然他气都要气死了。我与齐瞻坐上马车，马车摇摇晃晃在街上走着。你不喜欢娘家吗？齐瞻突然开口，我竟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自我娘死后，妇女不像妇女，像东家与长工，家自然也不像家。齐瞻想到假惺惺的继母和爱与他比较的继妹，心中没来由的觉得心疼面前这个姑娘。马车没一会就到达侯府，齐瞻率先下去，他没有弃我于不顾，而是转身伸出手将我缓慢扶下马车。他因为常年习武，掌心有一层薄茧，两手握在一起时磨得我掌心发痒。小心。
只是我刚站稳，大门内就窜出一白色身影，啪的一声，齐瞻的脸被扇歪。齐瞻，你王八蛋，你不得好死！你说过只喜欢我一人的，你和这个女人拉拉扯扯干什么？芸娘歇斯底里的样子像个疯子。侯府位于白虎街最繁华地段，这个时间点人可不少，有达官贵人，也有市井小贩，嗅到八卦的气息，闻着味便围了过来。齐瞻愿意放低身段哄芸娘，不代表可以当着这么多人面让她骑在自己头上。为了男人的尊严，我微不可察后退一步。下一秒，齐瞻抡起手臂扇向芸娘，习武之人的力道本就比常人大，芸娘直接被一巴掌扇飞在地。我给夏至一个眼神，两个嬷嬷便架着芸娘匆匆回了府。世子，回去再说吧。似乎是为了与芸娘怄气，齐瞻这些天不是歇在我房中，便是歇在秦陵房中。不过纯情的世子仍然守着自己一生一世的诺言，睡觉只睡素的，连我和秦陵的头发丝都不碰。说实话，我也有些恼。拿着铜镜对着自己的脸左看右看，我自认为容貌不差，可齐瞻居然一点不动心。上一世我没有自己的孩子，这一世我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。老侯爷缠绵病榻多年，齐瞻又是个扶不上墙的烂泥，我若是有了自己的孩子，这把就稳了。有了孩子，齐瞻怎样都与我不相干，管他私奔还是纳妾，只要不威胁到我的根本利益，我大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前朝萧太后去父留子，垂帘听政，18载我也不是不可以效仿。在齐瞻宿在我房里第10日的时候，芸娘终于坐不住了。我正在院中石凳上看账本，芸娘直接闯了进来，就连有些功夫在身的夏至居然都没拦住。云姑娘，你做什么？拜见主母是要通报的。我探头瞧了瞧，几日不见，芸娘居然憔悴了不少。芸娘闯进来的时候气喘吁吁，好看的杏眸全是怒气。我欣赏地看着这一幕，芸娘犹如一朵刚被暴风雨摧残过的小雏菊，这可是我的功劳呢。与我的好心情不同，芸娘只觉得眼前的女人可恶至极。你少装模作样，全府上下没你最会演的。我合上账本，我又怎么得罪你了？芸娘崩溃大吼，要是你没嫁过来，我和齐瞻也不会走到这一步。你就是个不要脸的第三者。这是在我的院子。他这话刚说完，夏至的巴掌就打了上去。我站起身，斜睨蹲坐在地上的芸娘。我是齐家3媒6聘3书6礼从正门抬进来的正室娘子，而你是一顶小轿抬来只能走偏门的妾室，好像你才是第三者吧？你为什么非要跟我抢齐瞻？没了男人你就活不了吗？就是因为你占了主母的位置，所以齐瞻才不给他名分。就是你来了，才一切都变了。我听到这话只觉得好笑。你说我没了男人活不了？你除了跟我抢齐瞻，你还会干什么？我劝你也要点尊严，不要再缠着齐瞻了，他爱的只能是我一个人。我听完他的话，用一种看傻子的目光看向他。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芸娘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看着他，下一秒我的回答就让他彻底愣住。没有实力的弱者不配谈尊严2字。芸娘脸上的表情僵住，要多精彩就有多精彩。我祖父是新科状元郎，祖母是宁安郡主，我父亲18岁科举进士11名，现任4品。我的兄长是今年的探花郎，不久便要娶上香公主。我外祖家是江南首富，我的嫁妆有180台，180台是白虎街的极限，不是我的极限。嫁妆里有我从出生到死要用的所有东西，就连小厨房的厨师也是我从娘家带来的，一针一线甚至1粒米，我至始至终都没依靠过侯府。我一边说一边笑着看已经傻掉的芸娘。可你呢？吃穿用度都仰仗男子，就连这春季的新衣也是经过我的批准才拨了银子下去。现在你明白是谁离了男人活不成了吗？你没有出众的家世，没有惊人的才华，一个仰仗男人才能生活的钱丝花，却要求我给你尊严，你有什么资格呢？我的话不紧不慢，却字字诛心。芸娘到现在都还没从我的打击中回过神来。我摆了摆手，送云姑娘回去吧。齐瞻得知芸娘来找过我后，居然第一时间跑到我院子里。他没跟你说什么吧？你没受伤吧？他一脸关切地看向我。我无事，世子还是去看看云妹妹吧。得知我没什么事后，齐瞻眉头又紧紧皱了起来。现在一听到芸娘的名字，他就心烦。以前芸娘敢爱敢恨，他认为是特立独行，可现在他只觉得愚蠢至极。可当晚，齐瞻还是去了芸娘院子，他自认为芸娘已经认清现实，可对方一看到他，便死死拉住他的手。阿瞻，我们私奔吧，这侯府的生活我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。这一次齐瞻却没有被爱情冲昏头脑，下意识地抚开芸娘的手。芸娘，我与阿锦谈过了，把你抬为贵妾，等时机到了，或者你添个一儿半女后，就把你抬为平妻。府中妾室一般分为贱妾、良妾和贵妾，而平妻是仅次于正妻的存在。以芸娘的家世，最多是能算良妾，要不是齐瞻钟爱于她，根本做不到平妻的位置，那不还是妾？齐瞻上前试图把芸娘往怀里带，可对方不停挣扎反抗，全身都在抗拒。芸娘，这只是个名分，你要知道有我在，没人敢对你不敬，名分真的没那么重要。你能休了陆宁锦吗？芸娘反问。齐瞻听到这里明显一噎，陆宁锦自嫁进侯府，事情渐渐都做到出彩，不仅公婆喜欢她，就连齐瞻也认为这个妻子是个不错的。
他又没犯七处之罪，我为何要休他？况且陆宁锦不论家世还是容貌，在京城内都是数一数二的，这是芸娘无法比的。芸娘听罢冷笑一声，男人爱你的时候山盟海誓，可触及到他们最根本的利益，心里却是门清。芸娘，我会给你无尽的宠爱，此生也只会爱你一人，不要再闹了好吗？既然你爱我，那就跟我一起逃走吧，我们带上钱去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我做你唯一的妻子。芸娘也想明白了，只要他还在侯府一天，陆宁锦永远是正室正妻，他就要在对方手底下讨生活，没尊严没自由。只要私奔找个地方定居，没人认识他俩，他就会是齐瞻唯一的妻子。上辈子齐瞻被陆可柔逼得太紧，与父母离心，与妻子不和，光在侯府里就觉得压抑，所以才和芸娘一起私奔。可这辈子不一样，在我的帮助下，齐瞻与父母的关系逐渐缓和，而且有了我的帮助，他在官场的路也越来越好走。美好的未来就在前方冲他招手，他为什么要为了一个女人放弃自己的前途呢？不要！齐瞻直接拒绝了芸娘，看向他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疯子。他大步离开关云轩，自然没意识到转身瞬间芸娘看向他的眼神充满恶毒。我这些日子与秦陵一起钻研起胭脂，俩人合伙开了一间铺子，因为我们的胭脂粉质细腻，涂上不仅自然，还有养肤的功效，一时间受到那些官太太们的追捧。每天上午我都会去铺子里查账，没想到这次却遇到了个不速之客。陆可柔穿着一袭粉色长裙，没了往日在陆府的嚣张，此刻唯唯诺诺地站在门廊处，被7个女人轮番指责。不少客人认出了她，忍不住对她指指点点。陆可柔往日高昂的头颅，此刻恨不得埋进胸里。弟妹，要我说这东西以后还是少用吧。你嫁进我张家3月，肚子居然连个动静都没有。要我说，母亲当初就不该娶她。陆家那个大姐儿，模样比她标致，连嫁妆都比她多。你除了会花我弟弟的钱，还会干什么？陆可柔抬眼就与我对视，一时间羞红了脸，也不顾这7个姑姐，直接飞奔而逃。哎，说你2句还不乐意听了。那7个姑姐不依不饶也追了出去。上辈子我没少受他们搓磨，突然听到他们的声音，仍旧忍不住全身发抖。秦陵也被那阵仗吓到，我的天，7个姑姐可有这小娘子受得了？我笑着翻开账本，往后更有她受的。上一世我一生都没有儿子，被公婆指责，被姑姐羞辱，甚至愧对于夫君张思南，总是找机会想给他纳妾。那时候他捧着我的手，一脸深情，阿锦，我此生只爱你一人，不管你能不能生，我都不会纳妾，请你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。那时候的我感动得一塌糊涂，对公婆也更加恭敬，甚至拿出自己的嫁妆为她打点。可这一世嫁入侯府前，婆母李氏请了宫里的太医给我把脉，我的身体没有任何毛病，体质更是容易受孕。那上辈子生不了孩子，毛病出了谁身上可想而知。齐瞻还是向李氏求情，要抬芸娘为贵妾。当天晚上，我正与秦陵下棋，突然门房的小厮跑来传话：“夫人，云姑娘刚才背了个棋。”突然门房的小厮跑来传话：“夫人，云姑娘刚才背了个包袱出门，说是要出门逛街。”小的觉察到不对，便派人跟着她了。我有时候真的很替芸娘的智商堪忧。你去关云轩看看，可少了什么东西？发现不对劲，立马把人绑回来。是，这门房小厮是秦嬷嬷的侄儿，我刚成婚时发上钱，恰逢他父亲重病急需用钱，这份恩情他便记下了。有什么风吹草动，便向我汇报。芸娘是有时走的，人是虚实抓回来的。据门房说，去了关云轩，打开门就看到丫鬟绿枝被绑在桌腿上昏死过去，房内的古董摆件、珠宝首饰都被带走了，可见芸娘是有预谋的逃跑。齐瞻看到被抓回来的芸娘，气不打一处来，抬手给了她一巴掌，把这个女人给我关起来，贱妾出逃，理应乱棍打死。或许齐瞻心中还有仅剩的一丝情谊，不忍心对她动刑吧。他有些心虚地看向我，阿锦，这件事能不能别告诉母亲，一直维护贤内助形象的。我点点头，世子放心。齐瞻太优柔寡断，这样只会害了她。芸娘被关禁闭的时候，秦陵查出了怀孕2月有余。听到大夫的结论，我人都傻了。你不是说齐瞻没碰你吗？秦陵羞红了脸，支支吾吾的。那次我把她灌醉了，我惊了。这小姑娘看着柔柔弱弱，没想到做事这么猛。秦陵低下头，不敢看我，她害怕我会因此事生气。我激动地坐在床边，像个得知自己有娃的老父亲一样，对着秦陵嘘寒问暖。秦陵有些犹豫，姐姐，你不生气，我为什么要生气？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齐瞻这人，妇人之仁，做事拖泥带水，一边向我表达爱慕之情，一边又向芸娘低头示好，整天在我面前瞎晃，看见他那张脸，我都快呕了，更别说与他同床共枕。现在秦陵怀了孩子，我终于能实施我的计划了。你好好养胎，这个孩子将会是侯府嫡子。得知秦陵怀孕的消息，李氏高兴的一晚上没睡，大清早就跑去佛堂祈福。害怕打扰到秦陵，他便每天来找我询问秦陵的情况。灵儿，今天心情如何啊？灵儿，今天胃口怎么样？我被他问得不厌其烦，也能理解一个女人儿子不争气，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孙子身上的心情。母亲，现在天气炎热，为了林妹妹身子，不如您带她去城外避暑山庄上避避暑，那里空气清新，林妹妹身体上的不适也能缓解不少。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，齐瞻要抬芸娘为贵妾了，我怕会对秦陵有影响。李氏听了，立马收拾东西，带着秦陵前往避暑山庄。我答应齐瞻替他瞒着芸娘出逃的事，可没答应替他瞒着秦陵怀孕的事。让送饭的妈妈假装说漏嘴，芸娘便彻底被激怒。据说新婚夜齐瞻想和芸娘亲热，被他不知从来掏出来的匕首刺穿脖颈，
鲜血不停地喷射而出。齐瞻当时并没立即死亡，捂着脖子想逃出门，叫人却在离门口最后一步倒下，满屋都是他的鲜血。芸娘被人控制住的时候，双目猩红，眼神狠厉，像一只厉鬼。陆宁锦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没了齐瞻，我看你还怎么在侯府生活？生不下侯府嫡子，看你怎么站稳脚跟。我有些不解，我想要的至始至终都不是齐瞻，我能站稳脚跟，靠的也从来不是孩子。李氏得知齐瞻身亡的消息时，直接哭晕过去。老侯爷病情加重，没几日便也去了。李氏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芸娘杖杀，尸体被草席一裹，就扔去了乱葬岗。他娘家父亲本就是个七品小官，得知消息后恨不得夹起尾巴做人，更不可能为了个庶女得罪侯府。8个月后，秦陵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，取名齐瑞、齐辉。长时间吃斋念佛的李氏终于被我请出来，不为别的，2个孩子我和秦陵根本搞定不了。获得孙儿的喜悦冲淡了李氏的丧子之痛。人们都说惯子如杀子，面对瑞儿和辉儿耍赖不肯读书的时候，李氏这个一向和蔼的祖母却板起了脸，似乎也意识到正是因为自己太宠爱儿子，才造成了那样悲惨的结局。我与秦陵将生意做大，在灾年来临之前囤了许多粮食。当各地灾民涌现，开始靠近京城的时候，我与秦陵大开粮仓，设棚施粥，百姓无一不赞颂我俩的美名。嘉诚13年，胡人来犯，边疆战事军资匮乏，粮草告急，我几乎散尽家财。秦陵在内地购买粮草，而我则亲自护送到边疆，亲自送到战士们手上。有了粮草支援，这场仗只打了1年，战士们便卸甲归田。嘉诚帝感念我与秦陵的付出，封秦陵为1品诰命夫人，封我为荣安县主，10亿千户。瑞儿和辉儿在我和秦陵的教导下，虽然没有太大的成就，但是都成为了正直善良且明事理的人。58岁时，我生了一场重病，长年累月的操劳早就把身体熬垮，这一病就再也没起来。临终前，秦陵在床边抱着我的手痛哭不已。夏至跟随我多年，一生未嫁，从一开始的夏姑娘变成了现在的夏嬷嬷。她站在我床头，默声擦着眼泪。瑞儿、辉儿2人带着妻儿跪在后面，交代完后事，我便永远闭上了眼睛。按照我的遗愿，并没有入齐家陵墓与齐瞻安置一起，而是找了一处风水宝地，就此长眠。